有一个秘密，只要说出口就会死。汪秀才知道这个秘密，因为他已经死过一次了。大家好，欢迎回到小萌讲故事。三生记。上回讲到，汪可寿终于开口说话，父亲看到儿子天生就会写文章，既惊喜又担忧，告诫他要学会藏拙，不要在外人面前展现才华。那天，村里来了个算命的瘦老头，正在给人算命。老头看到汪可寿，眼睛一亮，盯着他看了很久，说：骨相不凡，命格奇特，3世轮回，方得今生。算命的继续说：前世所造之业，今生来偿，但如今业已还清，可得善果。只是……他停顿了一下，母亲紧张地问：只是什么？算命的回答说：只是此子命中带煞，说话需谨慎，否则恐有灾祸。周围的人听得直点头，乱哄哄地说：难怪这孩子以前不说话呢，原来是命中带煞，这可要小心了。母亲的脸色变了，握紧了汪可寿的手。算命的看着汪可寿，眼神很深。算命的说：记住，言多必失，慎言慎行，方能平安一生。说完，他就收起摊子走了。母亲也赶快拉着汪可寿回家。一路上，他什么都没说，但手握得很紧。回到家，他跟父亲说了这件事，父亲听完，沉默了很久。他最后说：算命的话，信不信由人，但谨言慎行总是没错的。他看着汪可寿，问道：可寿，记住了吗？汪可寿点点头，回答说：我记住了，爹。他心里明白，那个算命的也许真的看出了什么。3世轮回，慎言，这些话都是在提醒他。上一世因为乱说话被当成妖怪，这一世他终于可以说话了，但要小心，话不能乱说。时间过得很快，一转眼，汪可寿7岁了。他跟着父亲读书，进步很快，但他很小心，不表现得太过聪明，该记不住的，他就装作记不住，该不懂的，他就装作不懂。父亲有时会看着他，眼神复杂。他知道儿子在藏拙，但这样也好，至少安全。村里的孩子们渐渐接纳了汪可寿，虽然他话很少，但他不惹事，也不欺负人。有时候他们会一起玩，但汪可寿总是安安静静的，该说的说，不该说的绝不多说一个字。有一年春天，村里发生了一件事，李家的牛丢了。李家是村里的大户，丢了牛，很生气，到处找，找了3天，还是没找到。李家老爷气得要报官。那天，汪可寿跟着母亲去买菜，路过村口的时候，他看到草丛里有什么东西在动。他走过去看，是那头牛，被绳子拴在树上，藏在草丛里。汪可寿愣住了，这是谁偷的？他想了想，转身去找李家，但走了几步又停下了。如果他去告诉李家，李家会问：你怎么知道的？他要怎么回答？说他碰巧路过。那为什么别人都没看到，只有他看到了？会不会有人怀疑是他偷的？汪可寿想起父亲的话，话不能乱说，要保护自己。他咬了咬嘴唇，最后他什么都没说，只是悄悄离开了。那天晚上，他躺在床上睡不着，脑袋里一直想着那头牛。他应该去告诉李家吗？但如果说了，会不会给自己惹麻烦？他翻来覆去，一直到半夜才睡着。第二天早上，他听到外面有吵闹声，他跑出去看，村口围了一大群人。李家的牛找到了，是村里的王二偷的。王二是个赌徒，欠了债就偷了牛想卖掉，结果被人发现了，抓住了。汪可寿站在人群外面看着，他松了一口气，还好牛找到了，还好不用他说，但同时他心里也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。如果昨天他去说了，会怎么样呢？李家会不会感激他，还是会怀疑他？他不知道，但他知道他做了父亲教的事。
保护自己，不多说话，这样对吗？他有些困惑。那天晚上，他跟父亲说了这件事，父亲听完，沉默了很久。他最后说：“你做得对。”王可寿问：“为什么？我不是应该告诉李家吗？”父亲摇摇头说：“可寿，你要记住。”他想了一想，然后说：“做好事也要看情况。如果你去说了，也许李家会感激你，但也许会有人怀疑你。为什么别人都没看到，只有你看到了？为什么你恰好路过那里？是不是你跟王二是一伙的？是不是你知道王二偷了牛？”父亲的声音很平静，但字字清楚。父亲继续说：“人心复杂，有时候你出于好意做的事会被人误解，所以要保护自己。不该管的事不要管，不该说的话不要说。”汪可寿听着，慢慢点头。他好像明白了什么。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的，有时候沉默才是保护自己的方法。日子继续过着，汪可寿渐渐长大。他话依然很少，但他学会了观察，观察人，观察事，什么话该说，什么话不该说，什么时候该说，什么时候不该说。他变得很谨慎。有时候他觉得自己活得很累，说话要想，做事要想，时时刻刻都要小心，但他也明白，这就是父亲说的保护自己。10岁那年，父亲病了，很严重的病，躺在床上起不来。大夫来看过，摇摇头说，恐怕时日不多了。母亲哭得很伤心。汪可寿守在父亲床边，握着他的手，父亲的手很冷很瘦，他睁开眼睛看着汪可寿。父亲虚弱地说：“可寿。”汪可寿眼泪流下来，回答说：“爹，我在。”父亲慢慢说：“爹教了你很多，有些也许不太对。”他停顿了一下，喘着气说：“但爹只是想保护你，让你平平安安。”汪可寿握紧父亲的手说：“爹，我都知道。”父亲笑了，很淡的笑。他说：“你是个好孩子，有自己的想法，以后……”他咳了几声，然后说：“以后不要被爹教的那些束缚住，该说的还是要说，该做的还是要做，但要记住。”他看着汪可寿，眼神很认真。他继续说：“不是不说，而是知道什么时候该说，什么时候不该说。”汪可寿的眼泪掉在父亲手上，回答说：“我知道了，爹，我记住了。”父亲点点头，闭上眼睛说：“好，好孩子。”过了一会儿，他的呼吸慢慢停了，很安详，就像睡着了一样。父亲走后，汪可寿长大了，不只是年纪，还有心智。他明白了父亲说的话，不是不说话，而是要有智慧的说话，不是逃避，而是选择。该说的时候就要说，不该说的时候就要忍。他想起3世轮回，第一世因为贪念说谎偷窃，第2世做牛做马还债，第3世因为说话早夭，第4世他终于明白了，不是不能说话，而是要谨慎地说话，言多必失。但沉默也不一定是对的，关键在于智慧。多年后，汪可寿考中了秀才，然后是举人，最后进士及第，在京城做官。他话依然不多，但该说的时候他会说，该站出来的时候他会站出来。他学会了平衡，学会了在沉默与发声之间找到那个点。同僚们都说汪大人是个君子，谨言慎行，却不失风骨。有一天，他接到家书，母亲病重，他立刻请假赶回家乡。母亲躺在床上，已经很虚弱了，看到他笑了。母亲说：“可寿，你回来了。”汪可寿握住母亲的手说：“娘，我回来了。”母亲看着他，眼里有泪水，但也有欣慰。母亲说：“你长大了，成了好人，娘放心了。”他停顿了一下，继续说：“娘一直想问你，为什么小时候不说话？”汪可寿握紧母亲的手，他想了很久，最后
他说：“因为怕。”母亲问：“怕什么？”王可受说：“怕说错话。”他没有说出全部真相，没有说三世轮回，没有说那条河。有些事说了也无用，不如放在心里。母亲看着他，好像明白了什么，又好像没明白，但他笑了，说：“傻孩子。”就像多年前那样的说着：“娘的傻孩子。”然后他闭上眼睛，很安详。汪可受站在母亲坟前，旁边是父亲的坟，两个坟头并排在一起。他跪下，磕了3个头。爹娘，他说，孩儿这一世总算没有辜负你们。风吹过，树叶沙沙作响，好像是回应。汪可受站起来，看着远方，天空很蓝，云很白，阳光洒在大地上，温暖的、明亮的光。他想起那个算命说的话：“3世轮回，方得今生。慎言慎行，方能平安一生。”他做到了，他活下来了，而且活得很好。他回头，最后看了一眼父母的坟，然后转身往山下走去，步伐很稳，很坚定。他知道，这一世他终于学会了，不是不说话，而是要有智慧的说话；不是逃避世界，而是在这个复杂的世界里找到自己的位置。谨言慎行，但不失本心，这就是他3世轮回学到的道理。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，下次再相会。别走开，主题曲马上来。如果你喜欢这个故事，别忘了订阅、按赞、分享给同样爱听故事的朋友们。